我们前一集有讲到政府公债以及公司债的投资，还有把钱存在银行，因为这个利率真的太低了，所以如果你有10万块的闲钱，其实我并不建议呢你把钱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在投资理财领域来说，不管是1块、2块、1000块、10万块，它都是一个重要的资产，我们必须要珍惜每一分钱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说，如果你有10万块，你投资基金划算吗？因为基金它所蕴含的这个费用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如果说你有10万块，其实我也并不建议你去投资基金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基金有哪些费用呢？在讲到这个费用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基金。所谓的基金呢，就是说投信公司它在募集了一笔钱之后呢，委托基金经理人去市场上投资。比如说 A 投信公司下个月的1号，它发行了一档基金，那这个基金呢是主要投资在台湾的股票市场，所以它可能取名叫做 A 台湾股票型基金。那这 A 台湾股票型基金呢，它的运作方式是说，投信公司先募了一笔钱，然后由投信公司里面的基金经理人呢去运用这笔钱，把这笔钱呢在台湾的股票市场呢去买卖股票。所以对于投信公司来说呢，它必须要有一笔营运的资金来做他们内部的管理，聘请他的基金经理人，他的前中后台，他的各项的支出。所以当你买基金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产生了一笔费用，那就是所谓的经理费。那这个经理费就是说，你把钱交给基金公司，然后由基金公司帮你去买卖股票所衍生出来这个费用。这个经理费呢，如果说你是投资在国内的基金市场的话呢，大概是1.5% 左右。那股票市场，股票的基金会比较高，那债券类的基金会比较低。所以你在买基金之前呢，你就必须要详阅他们的公开说明书，看看这个基金的经理费呢是多少。那第二笔是说，你去买基金，你去申购基金的时候呢，你也必须要付一笔所谓的申购费。那当然每个通路，比如银行或是投信，他们的这个申购费呢可能有减免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大概也是从1% 到3% 都有。所以现在已经衍生出2个费用。那第3个费用呢，是说，当你买卖这个基金的时候呢，其实基金公司呢是把你的钱跟股票呢放在所谓的信托，它不会放在基金公司里面，所以这就衍生了第3个费用，就会所谓的保管费。这个保管费呢，大概是0.2% 左右。那这个保管费跟前面讲到这个经理费呢，事实上你是看不出来的，因为它是在净值里面就直接把它扣掉的。也就是说，它今天公布这个基金的净值是多少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把这个费用呢把它扣掉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是在银行申购的话呢，银行会再跟你收一个0.2%的这个账户管理费。收这个账户管理费呢，其实也就是去支应这个银行的通路的开销，去支应这个理专的这个开销。所以如果说你在银行去买这个基金的话呢，产生了4个费用哈。那如果说你在投信公司买的话，会有3个费用，但是只有1个费用呢，你是看得到的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几个费用当中呢，只有申购的时候呢是一次收，那剩下几个费用呢是每年去收。所以这个基金呢，除非你赚很多钱，不然你每年累积的这个费用呢就变得非常的高。所以你只是一个小资族，不容易累积的这个10万块，那你去买基金，其实这个基金呢，很多你看不到的这个费用呢就被扣除了。那当然，基金的种类因为非常的多，也非常适合我们在做资产组合的时候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说，你目前只有10万块，所以呢，这个10万块呢，并不在于我们在资产配置的这个领域当中，因为其实10万块也没什么资产配置的，所以我们就摒除了这个基金的这个投资。所以我们前面提到，你不要去投资政府公债、公司债，也不要去存款。第4个我们要摒除的是，你只有10万块，你也千万不要去投资这个基金，除非是说这个市场给你带来非常丰厚的这个收益，不然你的收益呢都会被这个手续费给吃掉。
虽然说我们在这个资金不多的状况之下呢，我是不建议去买基金。可是随着你的资产越来越膨胀的时候呢，基金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。所以在你初学投资理财的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了解基金是什么样的状况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说，我们要去哪里买基金？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你在银行通路如果买基金的话呢，它会收0.2% 的这个账户管理费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在银行买基金呢？主要是因为银行它种类多，而且呢，它又有投资的建议，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的一个基金可以让你选择。所以虽然说银行收取0.2% 的这个账户管理费呢，对你的投资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除了银行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选择呢？你当然可以直接去这个基金公司呢，这个投信公司呢去开户，去买这个投信公司的这个基金。但是呢，虽然说它没有账户管理费，但是它可以选择的这个基金呢相对就比较少，你就只能买这个投信公司的这个基金。那接下来有几个基金平台呢，它的手续费也是非常的低，也是呢你可以考虑的一个购买平台，比如说聚恒网的这个基金平台，或者是基富通的这个平台。那这个它的选择多样性，而且手续费也非常的低，那这个也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。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现在大家最喜欢做的这个 ETF。那 ETF 呢，它有几个好处哦。第一个是它不用选股，它就是一个比如台湾50，它就把台湾前市值50大的这个股票呢放在这个它的基金里面。那所谓 ETF 呢，就是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呢，我们把它叫做 ETF。我们知道做 ETF 它的交易税呢只有1/1000那一般的股票呢，它的交易税是3%，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买卖 ETF， 它的交易税是比较低的，所以也就是让目前台股的这个 ETF 呢，它的交易量呢这个非常的大。那这个 ETF 我们最常做的呢，就是所谓台湾50、0050跟高殖利率的0056。那这个对你只有10万块的散户来说呢，它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。只不过说，因为现在的台股呢，它在一个非常高档的位置，目前台股呢，它已经在11600点以上的这么高的水准，所以如果说你再买0050跟买0056呢，其实它风险是非常高的。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买0050跟0056，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两档的这个 ETF 呢，哪一档比较适合？如果你只有10万块，你要去投资的话，那0050呢，它顾名思义就是把台湾前市值50大的这个公司呢，把它组成一篮子的这个 ETF。那0056呢，是把台湾这个殖利率高的前30名呢，把它包装成一篮子的这个基金。所以0050跟0056呢，其实它概念上是一样的，一个是市值最大，一个是殖利率最高的。我们知道在台股里面呢，其实市值最大就是台积电，所以当你买0056的时候呢，可能你有一半以上呢都是在买台积电，所以你买0050跟买台积电概念上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说0050跟大盘的联动性呢会比台积电呢跟大盘的联动性还要更高，而且最近买0050的人都赚钱，是因为整个大盘呢都往上涨，带动这个0050往上涨。而大盘往上涨的原因呢，有70%以上呢，是因为台积电往上涨。所以因为台积电往上涨，你买0050呢，你就是往上涨，就是赚钱。但是当有些不测风云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有一些国际事件，或者说台积电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会造成这个0050呢，它可能会大幅的下挫。因为它其实你买0050呢，其实大部分都在买台积电这是一个隐忧之一。那你买0056呢？因为它的比较分散，所以在目前这个点，台股这么高的时候呢，如果说你要买 ETF 的话呢，0056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呢，可能会比0050呢，它的风险要低一点点。当然 ETF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，那台湾有100多档的这个 ETF 可以选择。如果说你在这个时点想要去做 ETF 的话呢，当然目前是不建议，因为目前这个指数太高。那如果说你要做的话，在0050跟0056之间呢，我个人是觉得0056呢，它的风险是比较低一点，而且它每年的配息呢也高过这个0050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是说，如果说这几样你都不想投资，那接下来是我们讲到这个 REITs。
REITs 其实在小额投资人里面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资标的。那什么是 REITs 呢？所谓 REITs 就是一栋大楼，把它信托之后证券化，然后把这个利息呢拨给投资人，那这个叫 REITs。那目前在台湾挂牌 REITs 大概有7、8档的这么多，但是我去看这个 REITs 目前的这个配息呢，大概不到3%。所以如果说你只有10万块这个投资人，你要投资台湾这个 REITs 呢，它的绩效呢不见得会比0056啊或者这些 ETF 要好，所以这个 REITs 呢，在我们10万块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呢，你可以把它打个叉叉，因为所谓的资产配置是说你有很多的资金。我要把不同的钱放在不同的商品上面，但如果说你有只10万块的话呢，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先不要想资产配置，我们先想说我们能够保值，能够获取最大的利润呢，当成是我们的第一目标。所以前面几个投资商品呢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它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。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高殖利率股，当然高殖利率股它跟这个目前股票这个位置呢，也是相当有关系的。我们在投资高殖利率股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考量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是说，它的股价是稳定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指数涨的时候呢，它是稳定的；指数跌的时候呢，它也是稳定的，它所跌的幅度也不是太大的。那它的配息率呢，这样才可以算出来。再加上说，这个配息。你必须要很稳定的配息，不能说今年配了，明年就不配了啊，那后年配了，那前年配了，去年就不配了。所以这个配息是要很稳定的。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个股票的这个配息率呢？在这个网站呢，底下这个网站呢，你可以看一下它每一只股票的配息率。那如果说你懒得去找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找。如果说你想查一只股票，股利是多少，或者是它一些财务资料呢？这边有一个网站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我常在用的这个网站啊。那这个网站大家可以，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这个下面。那这个网站的名称呢是叫做这个 Goldifall 这个网站。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查这只股票的这个状况呢，那你就在这边打一下，比如说我今天想查这个。永丰金好不好？永丰金2890，查这个永丰金。那这个永丰金呢，它所有的资料都会在这个地方揭露。那如果说我想看它殖利率呢，这边有一个东西啊，我们可以看它是叫做股利政策啊，股利政策这个地方。那一点股利政策之后呢，它就可以看到。它在历年发行的这个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呢，状况是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呢，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。平均年殖利率呢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平均年殖利率啊。那它的现金是，比如说在今年度呢是配这么多，所以它的这个殖利率呢，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平均年殖利率啊，它的现金股票，所以呢它的殖利率呢。各年度的殖利率呢，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啊。所以有这个网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你要找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殖利率在什么地方，从这边就可以找得到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懒得用一笔一笔这样去找的话，那你就直接找啊，比如高殖利率股，比如2019年，打进去。所以这边呢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呢。找到你想要的这个高殖利率股哈，一样哈，找高殖利率股，从这边也可以找到。那在找到的时候呢，再进入刚才那个网站呢，去看它的一些财务报表，比如我们找这个台积电好了啊，8926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打一下8926，然后看它的股利的状态哈。好，那你就会发现说。它每年的这个股利呢，这个殖利率呢，大概都有5点多、6点多的这么高的一个水准啊，所以从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挑这个股票。我们刚才讲到说，我们在投资理财呢，最重要就是费用跟税，所以高殖利率股这个部分呢，它的税呢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，这个税改把这个
股利的部分呢，分成2个部分可以申报，一个是合并你的所得申报，一个是分离课税。那分离课税呢，它是28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股利呢跟你的所得分开的话呢，你就是用28% 的分离课税呢去课税。那如果你不想分离的话，你就并入你的综合所得税去课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这个股利呢，它可以抵8.5%，那上限呢是8万。所以如果说你的所得的集聚呢是在30% 以下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你可能用这个合并的这个申报会比较好。那我这边有一张表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，但是你要记得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个分离课税是28%，好，那合并申报的话呢，它是股利可以扣8.5%，然后呢，这个上限是8万，所以这个高殖利率股呢，它有它潜在的问题，所以现在存股变成是一个全民运动，但是这个税的问题呢，你不可以不考量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最后一个探讨的东西呢是特别股。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呢有介绍到这个特别股，这个金控呢，他们发这个特别股的利率都非常高。那特别股大家只要想象说，其实它有股票特性，它又有债券特性，它是每年配息的。那这个配息给你呢，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配息。我们先比较一下特别股跟高殖利率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特别股它的股价是稳定的，而且它配息是固定的啊。比如说这个特别股它是100块，那它每年呢配给你5块钱，它的殖利率呢就是5块。那这5块呢它是每年都会配给你，但它的100块呢可能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变成可能105、110或是98块、95块，但它波动的幅度不是很大，那每年就配给你5块钱。但是高殖利率股呢，它的股价波动就会非常的大，而且它配息给你这个是不稳定的，所以这就是高殖利率股跟这个特别股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它的求偿顺序呢，特别股是优于这个普通股的，也就是说，当这个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倒了，那你要去清算去求偿的时候呢，这个特别股的这个求偿顺序呢，它只次于这个债券，也就是说债券是第一位，接下来就是特别股。再来才是普通股哈，所以它的这个求偿的顺位呢是优于普通股的。但是特别股有几个问题是说，它在发行条件的时候呢，累积跟不累积，累积跟不累积。那什么叫累积跟不累积呢？特别股有一个东西是说，它如果说这家公司今年它不赚钱，它可以不发股利。那不发股利呢，有些公司它的在发行条件里面呢会说它累积，比如说今年不发，它明年把今年不发的这个部分补给你。那目前的金融股的这个特别股呢，看起来都是不累积，也就是说，今年不发，它明年也许会发，但是今年度的不补给你，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。但是目前看起来，这个台湾的这个金融股呢，发生这种机会的几率不太大。好，第二个是说，这个特别股呢，目前台湾的这个特别股呢，它有5年跟7年，那5年跟7年之后呢，它会重设这个价格。比如说现在你算出它的殖利率是 4.25， 那到期是5年之后呢，它可能会重设这个价格，或是说它用这个当初发行的原始价格呢把它买回去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风险哈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当初发行假设台新金，那当初发行呢，然后说是 4.75 啊 4.75， 那当初发行是50块钱。那它的定价呢是用 IRS 加上多少？那什么是 IRS 呢？所谓的 IRS 呢，就是说interest rate swap， 就是说在市场上在做利率交换的时候呢，7年期的这个利率交换的这个价格，所以他用这个利率交换价格在7年之后呢，再去让它加码，比如说目前是 IRS 7年 IRS 加 3% 啊，假设是 3%， 那算出来呢，这个殖利率呢是 4.75。那在7年之后呢，你就面临2个风险。第一个是说，当这个50块发行的时候，在市场上在做交易的时候呢，可能现在已经是到52块、53块啊，所以你换算出这个殖利率呢，可能只有 4.5 或是 4.3。当这个随着时间经过到7年之后呢，你就会面临2个风险。第一个风险是说，如果说你这时候是52块买，它到7年之后呢，它可以用50块把你买回去，所以你就会产生2块的这个资本损失。但是呢，在这几年当中呢，它每年就配给你 4.75 配进来，所以这部分呢可以弥补你这部分的损失哈。那它当然可以不买回去，但是它去重设它的这个价格，也就是说本来是 IRS 加3%，
它到7年之后呢，发现这个利率太高了，它可能变成 IRS 加上2.5%，那这个持续在做交易啊，所以你就会面临两个风险，一个被赎回去的风险，一个是改变价格的风险。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做这个特别股的时候呢，一个比较风险比较难控制的地方。所以比较老的特别股，也快到期的特别股，他所买的人就会比较少，所以看起来它的殖利率呢就会比较高。像台新金在去年跟今年呢都各发了一档这个特别股，就是台新金特务跟台新金特务2哈。那在2018年去年发行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殖利率呢有4.75%，可是到今年度的时候呢，它的发行利率呢只剩3.8%哈。那它的依据都是一样，它是 IRS 加嘛，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呢，它是 IRS 加上3.5325。到今年度的时候呢，它变成说它是 IRS 加2.7%，所以它整个这个差距呢就变得非常的大。那今年呢总共有3档的这个特别股的发行，年初的时候有王道银行，在年中的时候有中信银行，在年底的时候呢有星光金的这个特别股。那这个特别股呢，虽然看起来说它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，但是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一连串的金融商品来说呢，如果说你只有10万块，在我的观念里面呢，我觉得这个特别股呢是最适合小资族来做这个投资的。你就必须要及早去规划你的这个财务规划、理财规划。所以如果说你虽然只有10万块，但是你又必须要把所有的商品的税跟费用了解得非常清楚。当你有钱进来的时候呢，在做你的投资理财规划的时候呢，才能够了解说哪个工具最适合你。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介绍台湾的工具，所以你有时间，你要必须了解在国外的这些金融商品呢要怎么操作。所以有空有时间就必须在国外券商开个户，比如我们讲 ETF 特别股，其实在美国的市场呢，这个 ETF 跟特别股呢会更适合我们在做资产配置。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就会针对说，如果说你的资产已经累积到这个100万了，那我们该如何做投资？欢迎你收看下一集的节目，谢谢。